谢谢北科大的邀请，然后我是淡江资管郑培宇。那很荣幸今天可以来讲生成式 AI 真人工作流。那我大概会讲一下，就是我怎么样用生成式 AI 做我日常生活上面的一些事务这样子。那我现在服务于淡江资管系，那我主要做的研究是跟教育科技以及数据分析，还有一些 AI 的应用以及资讯安全相关的。那我大概讲了几场就是 GI 的演讲，那主要是我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用蛮多 GI 的工具，我算是一个比较使用蛮多 GI 工具的一个使用者。老师们应该参加这场演讲，主要应该会想知道说，我在教学或研究里面啊，如果我卡在一些蛮重复或很琐碎的工作的时候，我应该可以怎么样去用 AI 解决问题？比如说，老师们可能在备课啊、出题，或者是做一些回信啊、整理资料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蛮重复跟琐碎的。那我怎么样用 AI 去协助我处理这些事情？大多数的演讲就会教你讲说，我如果用生成式 AI，我可以帮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可以用它来做资料归纳或整理，或者是我可以让它很快速的生成教材、设计活动，或者是出题等等。基本上这些东西，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大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那我今天会讲的主要的大概会 focus 在首先我会先介绍生成式 AI 的核心概念。那基于这个核心概念，我们才可以去延伸一些后续的介绍，比如说怎么样去用一些基础的提示工程或者是内容工程来做我们 AI 协助解决问题的事物。好，那我就会带一些原理跟策略。对，那接着呢，我就会简单讲一下怎么样去拆解重复运作的工作。比如说我把一些重复运作的事情逐一去拆解，然后试着放到 AI 里面去节省我的时间。好，那再来我会把 AI 带进去，怎么样把 AI 加入我的工作流，然后最后会做一些简单的示范，然后做一些问题的回应。那我在讲的过程里面，如果需要 demo 的，我就会稍微 demo 一下这个过程。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生成式 AI。那我们知道生成式 AI 有很多种啊，我们可以从文字啊产生文字，或者是文字产生图像，这大家应该都知道。甚至是我们可以现在很流行的，我们可以去用 Gemini 的 Nano Banana 去生成图片啊，或者是用一些工具去生成影片等等。甚至是现在连简报都不用做，就是我直接把资料喂到 Notebook LM， 让它去产生摘要或大纲，然后就可以产生简报。那这些东西大家应该这几年都用蛮多的，这就是生成式 AI 在它的功能跟功用。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生成式 AI。其实它在背后的原理是我们透过一些大量的资料训练成一个大的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让这个模型呢从这个内容学到它的规律是什么，接着呢它就可以产生新的内容出来。那就可以回到我上一页投影片讲的，我可以产生文字啊、图片，或者是写程式，或者是产音乐、影片等等。这些东西跟传统 AI 不一样的地方是，传统 AI 它主要做的是分类跟预测。那生成式 AI 的特点是我可以去生成各种输出的内容。所以基于刚刚说的，它训练成一个大模型，所以它很擅长去写草稿、改写，或者是整理资料、做格式化。那它的厉害的地方在于说，我可以用一个提示词，让它一次去产生多个版本。那我再从这个多的版本里面去挑选一个我喜欢的版本。好，那从去年开始，就是开始有一些多模态的生成，我可以从文字去转图片、音乐或者是影片转文字等等。现在的多模态模型就是我可以在同一个模型里面去跨多个媒体的处理。比如说我在 Gemini 里面，我可以让它去生成文字以外，我可以让它生成图片。我们在使用上的一个关键是，我要跟生成式 AI 对话，我一定要提供一个明确清楚的目标，然后跟他讲说，我生成这个东西，我要有什么样的限制，然后我的格式要是什么。基本上你要让它生成的越好，你最好是给它一些可以用的素材，这样生成出来的效果才会稳。好，但是呢，虽然生成式 AI如上述讲的这么厉害，但是它生成的东西不一定会正确。举例来说，你现在用 Nano Banana 生成图片，那有可能它生成的中文字是错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在使用生成式 AI 的话，我们还是需要人工去做审核跟把关的。那我们就可以基于生成式 AI 常见的种类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常见的形态应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摘要啊，我们可以去做资料清洗啊、分析啊、格式转换啊、产生海报啊，或者是插图等等。
甚至是我可以从文字里面让它去做结构化的输出，输出成表格或者是 JSON 啊、简报大纲等等。那在这一个常见的形态下面，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我从资料里面让模型去做洞见，我们去洞见这些资料有什么东西，然后从这个多个来源的资料呢去汇整。可以决策摘要，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做决策。假设你整理好资料，或者是你在汇整资料完之后，你可以决定到底我要什么样的资料，我要什么样的结果。还是要强调一个点是，就是它生成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我还是需要有一些引用来源或者是检核的机制。回过头来讲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很厉害的东西，就是 GI 很厉害 ，GI 很厉害的东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那这个大语言模型是在做什么？简单来讲，就是它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它从海量的文字资料去训练。那它主要做的事情是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字，把这个当成一个核心能力。所以基于这个能力下面，语言模型就可以去生成、组合出流畅可以理解的文字。好，那基于此的优点下面呢，它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语言以及生成语言，或者是我可以给他很多个领域的知识，让他去做重组啊，或者是改写。但是使用的限制上面，因为他做的事情是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的字，所以呢，假设他没有办法预测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做脑补，对，就会产生幻觉。所以简单来说，它的输出不是100%正确。好，那在这个基础下面，因为它是做预测，所以当你要让它预测的越准，你就要把你的提示词写得越精准。所以你把目标限制这些格式啊写得越清楚的话，它的输出通常会越精准。稍微提到一个点是，我们常听到的 ChatGPT 其实就是LLM 的经典一个代表。它为什么叫 GPT？ 其实它背后用的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如同我刚刚讲的是在做预测，所以它在预测下一个 token。好，那我们训练完成之后呢，它就可以做预测。好，那所以它基本上在训练的时候，大概会主流是应该不是说主流，大致上会有基本两段式的训练。我会让它先学好语言的规律，然后再根据各种不同的需求去做指令的微调，或者是对齐，让它可以依照指令去回答。好，所以 GPT 的缩写就是生成、预训练跟 Transformer。好，那我们常看到有很多模型啊，就是你可以搜寻 ChatGPT 模型，就会看到这一张图。来，我搜寻一下。如果老师们如果搜寻 ChatGPT model， 你就会看到这一张图，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比较各种不同的模型。所以你常常会看到一些科技新闻说，ChatGPT 现在推出了什么样新的模型，或者是 Cloud 推出什么样的新的模型。好，那这些新的模型呢，各有各种不同的优势跟好处，然后我可以去做compare，我可以去比较说，到底哪一个模型它有怎么样的好处跟优势。比如说我现在想要速度，我就选什么样的模型；想要推理，就选择什么样的模型。好，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模型就光以 ChatGPT 来说，模型你就有很多种。那我要怎么样去选择适用的情境该怎么样去选择适用的模型？所以你常常会不知道该选怎么样的模型。那现在 ChatGPT 多了一个功能，就是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让它选 Auto。让他自己去选择适合的模型，你就不用在那边去选择说，我现在是要5.2什么模型，或者是5.2 Thinking 什么什么模型。好，那让它自动选择是一个方式。那在不同的使用情境，我们就会使用到不同的模型的类型。基本上模型啊，可以分成以语言模型来说，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2类模型，一个是推理模型，一个是非推理模型。好，所以我们常常要思考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境？譬如说我只剩10分钟，我现在是要很快速得到一个答案，或者是我想要它一步一步的去分析。好，那这个模型我刚刚说我可以分成推理跟非推理。那推理的好处呢，是它很擅长多步的思考，所以我们可以让，譬如说你在分析或研究情境的时候，我就会使用推理模型。好，那推理模型呢，它在背后的时候，它会做多步的推导。所以譬如说你跟 ChatGPT 讲话，用推理模型，它会思考很多步。那你现在可以点它看一下它思考的过程。好，那如同我刚刚讲的，它擅长多步的推导，它可以做因果的分析，可以做复杂的规划。
所以它非常适合用在比如说分析啊，或策略规划或除作上面。好，但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因为它需要一步一步想清楚，所以它的速度比较慢。那虽然它想的很多，想的很久，感觉比较厉害，但是它还是可能会出错。那所谓的非推理模型，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它是速度快。你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刚刚 ChatGPT 上面，上面有一个立即回答，就是我可以很快速的去让 GPT 得到我想要的答案。比如说，我现在想写一个，比如说讲一个，你如果选那种快速模型，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推理，很快速的去推理。好，那如果呢，我同样的方式，譬如说我想要用推理模型来做的话，我会怎么样？你会发现它会反复的去思考。比如说，我现在用同样的 prompt 跟他讲，然后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笑话太简单，你会发现他讲的笑话的层次会来的比较高，对，或者是你进一步跟他讲，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的思考的方式会比较久，然后他得到的结果会比较完整。好，那所以非推理跟推理就有它适用的不同情境啊。因为如果你要求速度快的话，我就会使用非推理模型。比如说我一些常见的文案资料整理，我就可以很快速的用非推理模型来做。好，但是尽管它速度快，泛用性强，可是如果你遇到复杂的推理的时候，它可能会跳步，或者是编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好，所以在使用情境上面，你要怎么选？你可能要先问自己说，我现在要 AI 处理这一个任务啊，你在意的是什么？如果你在意的是准确度或者是逻辑的话，你就选非推理模型。比如说你在做分析或规划的时候，我就会先选分析，我就会先选推理模型。那如果不好意思，我先把视讯关掉了，有点卡。如果你在意速度的话，就是你要很快速产出这个东西，或者是做一些调整的话，我就会选择非推理模型。好，那你如果说，我才不是，我是小孩，我全部都要的话，那我就会先快速的用快速型去输出草稿整理，然后再用推理型去做关键的检核。好，但是你还是要去做抽查，比如说你推理完之后，你还是要对它的结论啊，或者是它产出的数字等等这些东西去做检查。好，所以在基于这一个 AI 的运作的状态下面，我个人认为，就是未来工作形态可以分成几种类型啊。就是假设我是专长任务的话，我就会以人主导，跟 AI 去协作，人去发想这些东西，然后人把关 AI 辅助，那我就可以去强化我的专业，透过 AI 去生成这些内容，或者是我可以一次产生很多方案，然后让它去做比较。好，那我最后只要做审核，或者是符合我的标准。那我一些非专长的任务啊，比如说我很讨厌整理格式，我很讨厌汇整资料，我很讨厌整理资料等等，我就可以让 AI 自己去处理，然后最后你只要简单看一下它的处理结果就可以了。好，所以基本上个人认为它的在未来的 GI 的工作形态大概就是由人主导决策，然后 AI 协助生成，让这些任务啊去做自动化。好，所以人跟 AI 的分工模式大概可以分成几种啊。如果你是一些高价值的任务的话，就由人去主导。你不要让 AI 去做决策，你还是要去先把一些你想要呈现的事情或者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先汇整起来，然后让 AI 去做分析或者是汇整。比如说我想要做教案，我想要做研究方向的规划，我想要做一些设计的话，这些东西还是要由你去主导。好，那它可以帮助你专注在价值的创造。好，那如果是一些协作任务的话，我可以给他一些概念，或者是给他一些指令，他可以帮你生成草稿啊，或者是比较各种不同的版本啊。比如说我想要，我前面教案的方向或者是研究方向已经拟定完成了，我怎么样去拟定一个草案？对，我怎么样去做文献的整合？好，那其他一些可以自动化的，譬如说我有一些规则性的事情，或者是可以批次处理的任务，我就可以直接交给 GI 去做处理。比如说我在资料整理啊，或者是格式转换上面，我只要丢给 GI， 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处理。好，那简单的来说，我们就会把它
我们把人跟 GI 去做分工。那其实 AI 不是取代人，而是放大你的能力，就是我可以用来很快速的加速我的速度啊，增强我的能力啊，或者是做一些进阶的创新等等。好，所以基于上述讲的那些，我们其实在教师方面，我们会从使用者变成一种协作者，就是我们从会使用开始，到会设计，到会工作。好，那所谓使用者呢，就是老师一开始可能学会怎么样去提问，怎么样判断这个 AI 生成给你的东西是对的。好，那你跟 AI 的互动方式就是，我可不可以有效运用AI 去完成任务？我可不可以去理解 AI 给你的回应？好，那进阶一点，我变成一个设计者的时候，我就会懂得，我有很多固定的任务或流程，我要怎么样去拆解这个流程？我要怎么样去写 spec？ 啊，我要怎么把我在教学的需求，或者是研究的需求，或者是行政的需求，转换成一个可以被 AI 执行的指令或者是流程？好，那再进阶一点是，我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情境，那可以让 AI 一起协作，好，保留我的决定权。比如说，我知道什么样的情境可以让 AI 去产出内容，好，我怎么样去判断它产出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所以其实，在教学研究跟行政上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协作的角色啊。比如说，我可以让它生成回馈，然后你去做复合补充，对，那你的角色就是判读跟修正。那研究方面，我就可以让它去做会诊啊、标注啊，或者是整理啊。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做分析跟整合？好，行政方面就有很多啊，你可以去整理格式或者整理报告，做一个会诊。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检查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那最后去做一个决策。好，那上述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基本的概念，你可以延伸到一些其他的应用情境。好，那刚刚讲的东西感觉好像很厉害，那老师就会问说，那我要怎么样去开始呢？好，所以在这里我主要会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常听到所谓的提示工程，好，就是 prompt engineering。好，那其实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内容工程，就是 content engineering。好，那为什么这两个同时都很重要呢？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提示工程，就是你把这个需求写成一个 spec。然后让这个产出可以控制、可以复用。那在这个之前呢，你要给他相关的资料，也就是所谓的 content， 你要把这些资料整理好，让他知道说我可以从这些资料里面去读取，可以从这些资料里面去做分析。好，所以不是只有提示工程很重要，内容工程也很重要。好，那我常用到的两种工具，就是老师们也可以使用的，老师应该通常都使用，就是 ChatGPT 跟 Gemini。好，那在使用上面，入门的使用上面，我比较会推荐 ChatGPT 跟 Gemini。好，那因为都是大概600块嘛，然后使用上都效果都蛮好的。那 ChatGPT 跟 Gemini 各有各的好处，它在文字表现上面啊，应用能力方面啊，或者是它其他一些相关生态资源各有各的优势。比如说 ChatGPT 它在文字生成的能力很不错，它可以很快速、很流畅的去写摘要。那 ChatGPT 它的优势是它有很强大的多模态的处理能力，它可以喂很长很长的文本，它也可以去理解图片跟报告的结构。那所以我就可以用 ChatGPT 去生成教案，或者是生成对话内容等等。那用 Gemini 我就可以用它多模态的处理能力，同时让它去理解资料。对，那我们就可以适合用在比如说我为他研究报告，或者是做一些资料化的结构化的资料分析。好，那这些东西其实目前生态资源都蛮完整的。你上网，老师们如果有上网随便找一下，就有看到很多很多的 prompt 可以去做使用。好，那老师们应该上过很多研习，就是使用 NotebookLM 嘛，对。因为刚刚讲的 Gemini 它的优势是就是它有长文本的理解，可以喂很长很长的文本，所以 NotebookLM 呢在长文本的理解上面就是应用的非常好。甚至我可以让它产生出一些报告，或者是现在进阶一点是可以让它直接去整理一个投影片或者是简报出来。好，那回过头来讲一个点是，如果你在使用上面不管你是使用 ChatGPT 或 Gemini， 你在使用上面
你会发现，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说，不是 AI 听不懂你的问题，是你没有问清楚，或者是你没有跟 AI 讲说你到底要什么。好，所以如果你只问 ChatGPT 说，这个为什么 ChatGPT 你给的答案都是错的？因为可能你在问 ChatGPT 或 GAI 工具的时候，你会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份资料。好，所以如果以这样的状况下面，它当然回复的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需求。所以我们会从提示词开始，怎么样去问得清楚，怎么样他问得清楚之后，他就会答得准确。好，那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直接问 ChatGPT 说，到底怎么样下一个合适的 AI prompt 啊？比如说 AI prompt 就是人家就说它是一个指令啊，是一个提示啊。那你甚至可以进一步的问他说，可不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解释什么叫 AI prompt？好，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基本上它就是玩一个文字接龙的游戏，你用一个开始或一个提示，那下一个话，那个话就是一个 prompt。好，所以简单来讲 ，AI 的 prompt 就是跟 AI 讲说你想要问什么，或者是你的问题是什么 ，AI 就会回答你。好，那回过头来，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先学 prompt 的概念呢？好，那基本上基于刚刚讲的原理跟概念原则，对。那简单来说，你怎么样去问 AI 就会怎么样做，也就是说，你给它的任务越清楚，它生成的品质或生成的内容的品质就会越稳。好，所以我要怎么样让 AI 产出一个品质非常好，或者是提升 AI 品质的方式呢？基本上就是你要明确跟他讲说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任务越清楚，以及你的输出格式，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content engineering 格式，喂给他的格式内容越清楚的话，我的品质就会提升。好，那如果以一个比喻来说，如果 Chrome 是一个教案 ，AI 就很像实习课的助教，你必须要很明确的跟他讲说，你这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他才可以完整的产出你符合你需求的任务。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提示词啊，前面讲了一些提示词，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学 Prompt？你的任务是什么？那基本上提示词可以分成几种类型。好，基本上就可以分成比如说 Zero Shot Prompting，或者是 Few Shot Prompting，或者是思维链这种提示词的方式。好，那所谓的 Zero Shot 呢，指的就是说，我直接问他问题，就像我刚刚示范，就是你帮我产出一个什么东西。好，或者是所谓的 Few Shot Prompting 呢，就是说我会给他几个例子参考，请你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回答。那思维链呢，就很像刚刚讲的思考模型，它会一步一步的去思考。那这种方式呢，就很适合多步的推理的任务。好，那在不同的情境下面，譬如说，我在 Zero Shot 的时候，我其实就不用给他范例啊 ，Few Shot 我就会给他简单几个范例。好，那使用时机就是说，譬如说我想要快速得到一个答案，我就会用 Zero Shot Prompting。我想要控制它的 output 格式或者是风格导向，我就会用 Few Shot。对，那我如果需要一些逻辑的检查，我就会用思维链或者是思维模型去让它去做逐步的推理。好，那优缺点方面，你就可以基于刚刚的概念，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Zero Shot 就是速度最快嘛 ，Few Shot 就是你可以去控制它的输出的结果。好，那思维链呢，就是你可以知道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是怎么样给你这个答案的。缺点刚刚有讲说，它就会容易Zero Shot 就会容易失准嘛。那 Few Shot 你就要准备一些范例嘛。其实我要怎么样问问题，其实是蛮有艺术的。就是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很清楚的去跟GAI 讲说我要怎么样的任务，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很多提示工程讲了很多，那主要都在做几件事情，就是说我在第一步的时候，我要先定义一个角色。我可以让他扮演一个角色，比如说我想要让他扮演助教或研究助理啊，或者是审查者啊，是巴拉巴拉之类的。我先定义一个角色，再来呢，我就要去陈述我的主要的任务。好，再来是我刚刚说的，我要怎么样给资料跟给情境，我把可用的素材跟我要回答的边界给他。那接着呢，我就会去定义目标，然后做一个约束。好，那举例来说，如果投影片的老师可以复制看看，你可以试着跟 ChatGPT 讲，对，比如说
好，那我就直接我就不自己生成，我就自己给它。所以基本上假设你只要知道你要什么，那我们以这个基本的格式来做范例的话，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步骤的话，那你甚至可以直接把需求跟他讲，比如说我想要某一堂课的教案，然后让他去做生成。所以基于我刚刚的概念，他就会先去做一个角色扮演，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有10年经验的什么什么老师，然后跟顾问啊，你可以让他扮演，同时扮演很多个角色。好，再来是我想要的任务是什么？比如说我想要设计第几周的单元跟完整的教案啊，然后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好，再来就很重要，就是假设我要做这个任务啊，我到底要为它什么样的素材，就是什么样的 content，所以我就会把这些东西给他。好，比如说我里面有哪些可用的资源啊，比如说我有没有投影片大纲，或者是我有没有范例资料，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东西。好，再来我就会设计我的输出的格式。好，然后你的输出的格式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做啊，就是说我要输出的格式有哪些。好，那你照这个设计完之后，它就会输出的结果就会长这样。好，那进阶一点就是我会做一些限制。好，那这个限制这里也很重要。为什么很多人生成出来的比如说贴文或者是生成出来的作业看起来就很像 GI 生成的？原因就在于说你没有去做一个限制，然后有可能它生成出一些奇怪的用语。好，所以在限制上面我就可以跟他讲说，请你全文都使用繁体中文或台湾用语，不要用中国语。好，视讯镜头吗？好，你可以跟他讲说，每一个流程要可以执行都要有产出物，然后不要有一些空泛，对，不要用一些外部的连接，然后输出。你做完这些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一个会诊，对。好，那你生成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可以新开一个 session，然后我跟他讲说，请你帮我直接，好，你就可以复制刚刚说的东西，然后直接让他去做生成。好，那我们就继续。好，那刚刚讲的东西就是我一开始就会先定义一个角色，然后呢，比如说我问相关类型的问题的话，我就会让他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比如说我要问教育类型，我就让他扮演一个教育的专家，然后我跟他讲说我的主要的要做的任务是什么。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你如果只想写任务的话，会比较笼统，所以你要把步骤都写清楚。对，像这样，我到底要让他采取什么样的步骤，然后接着是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的约束条件是什么。那以前在学提示词的时候，我就要讲得很复杂，就是说，到底我要复制提示词的框架做什么事情？现在因为 GI 的工具更厉害了，所以你只要跟他讲，直接跟他讲说，我想要生成什么样的提示词，他就会帮你产生。好，所以如果你想要测试的话，你可以测试，如果单单只以一个提示词跟完整提示词会有很明显的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新的 session， 然后我用基本的对话视窗，对，比如说我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写出500字的文章，好，然后他就会很快速的产生出500字的文章。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使用提示工程的方式来说，我就会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把每一个步骤都写得更清楚。那我们新开一个 session， 好，然后一样把它改成500个字。好，那你就会发现它在 output 的部分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如果我的条件已经限定成这样，它写的就会非常完整，你看起来就是稍微只要改一下就可以去做使用。好，那有兴趣的老师会后可以试试看。好，那基本的 Chrome 的框架大概就会长这个样子，就是我会先定义角色嘛，然后我们会 profile， 就是他大概是守什么东西，然后我会用什么样的 skills，然后再来是 rule 是什么，然后我在处理事情的 workflow 是什么，然后我最后的 format 是什么。那我现在用的这个东西叫做 Markdown 格式，对。然后你可以问一下 ChatGPT 什么是 markup 格式。好，那基本上现在 GI 或 LM 在做使用的话，Markdown 格式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种
标签化的语言，非常常用。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因为这个格式让 AI 可以很好懂，就是你到底要喂它什么样的资料，你想要什么样的输出结果出来。好，那基本上所有产出都可以让它产出成 Markdown 格式。好，那再过来是基于刚刚的原则，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精简一下，变成提示词的设计原则。那我觉得我的很多人分享的设计原则就是所谓的4C 的框架。那什么叫4C 的框架呢？就是 content， 就是我要让它有情境，然后有一些必要的背景，然后明确的任务，以及我要去限制它。所以我就要定义明确的角色跟情境，然后指定回复的格式，或者是提供上下文，或者是多轮对话的需求。对，那你可以进阶一点的是，譬如说，就是我可以把提示词，请你帮我用，你可以跟他讲说，请你帮我，然后你这样跟他讲，他就会直接产生出，然后他就会依照这个4C 原则来做。好，所以基本上只要你懂概念跟原理的话，你其实也，如果你不做太复杂的事情的话，其实一般的使用者来说，他不用写到很复杂的 prompt， 你只要让 AI 去写 prompt， 那 AI 写的 prompt 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还好一点。你甚至可以把自己写好的 prompt 请他去做优化。延伸来说，就是我的 prompt 呢可以分成几种形态，就是所谓的指令型、角色型、范例型跟思考型。好，那这个东西，这个4种形态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优势跟使用情境。比如说我想要做教学应用的话，我就可以简单用指令型啊，我可以很快速的去产生题目跟结构啊。那角色型呢，我可以让它使用同样一个风格，让它语气可以一致。然后范例型就是我可以让它给它一题，然后它可以同样出很多题，然后它的格式跟结果都会输出会是一致的。好，那思考型的优势就是说，我可以逐步，我出完题之后，我可以逐步去拆解这个流程，然后跟你讲说，我常见的错误是什么东西，那你就可以加一个 scaffolding 进去。对，好，那研究上面我就可以让他去很快速的，比如说我只要做文献的摘要，或者是方法的标记，我就可以让他很快速的去标示关键的概念跟表格，然后很快速的建立一个摘要表。好，那我如果要进阶一点，我就会让他扮演角色，让他去比较说，我这几篇研究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他的 participant 或者是变相是怎么样，然后填到表里面。好，那进阶一点呢，我可以整理好一些摘要表之后呢，给他一个范例，请他依照同样的方式去处理其他篇的研究摘要。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我使用上面我的一致性会比较高。对，那如果我用思考型的话，我就可以去比较说，这2个变数啊，或者是这2个研究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好，那行政方面就不多说了，基本上就是，我请他整理什么重点啊，然后请他扮演什么角色啊，然后整理什么样的格式等等。好，然后提出改善的建议等等。好，那上述这些东西，其实你不用知道，你只要懂概念，提示词都可以让 AI 去做生成。好，那回过头来讲刚刚的内容工程，所谓的内容工程跟情境工程。好，所以提示工程呢，就是所谓的指令的设计。那情境工程呢，就是所谓的资讯设计，我要给他什么样的资讯。好，那提示工程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概念，就是简单来说，它的概念就是怎么样去问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清楚的指令，可以让 AI 去产生预期的回应。那通常你不会一次就设计出一个很好的 prompt， 所以我会根据 prompt 的输出的结果，反复去调整我的 prompt 的内容，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的语气，然后想要让 AI 回答的更精准。什么是情境工程呢？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准备 AI 需要的资讯，我要怎么样去优化这个 prompt， 然后让它去可以正常的运作。好，所以这2个结合呢，你就可以让 AI 回答的更精准，以及可以让它依照你想要的结构去做输出。提示工程就是它的重点就是怎么样问，对。那内容工程就是我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怎么样整理。好，
所以大多数人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不是 AI 不会做，是你给他的资料太乱太散，或者是你没有给他资料就直接叫他生成某一个东西。我到底要怎么样做呢？你的情境的工程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因为现在有 Notebook LM 等等这些可以处理长文本的语言模型。对，那简单来说就是你把资料整理好，然后一次喂给 AI， 那 AI 就可以答得更完整、更准确。好，那你可以怎么样去做汇整呢？如果有用过 Notebook LM 的老师们就可以有试过，就是说我可以把 PDF 啊，或者是逐字稿啊，或者是一些笔记丢进去，甚至是你可以把 Notebook LM 的讨论结果汇出，让它重新再读取一次。好，那接着你可以跟 AI 讲说，哎，这些是什么样的资料？然后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出来？比如说，哎，下面是学生的 feedback，请你帮我整理成3点问题，或者是，哎，这是3篇文献的摘要，请你帮我比较这个东西。好，所以，其中一个重点是，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指定我的输出的格式是什么。比如说，你想要输出重点，或者是你想要用表格，或者是你想要让它输出摘要等等。那整体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要 AI 给你更好的答案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些资料都先整理好，你把它整理成一个资料包。那你如果没有经验，不会转换资料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直接丢给 ChatGPT， 或者是直接丢给 AI， 现在都可以读档案。好，那接着呢，你就要可以指定你的输出的格式。好，那你可以要求它，就是说你用 To Do 去跟他讲说，哎，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对，然后依照这个 To Do 的内容去规划整个设计的流程。进阶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要跟他讲说，哎，如果这些东西这些回答你没有把握，或者是没有在这些资料的内容的时候，你可以先标记起来，请他不要乱猜测，因为如果他没有资料，他就会猜测，他就会有幻觉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整理的大概，假设我是以课堂的资料来说，我就会给他几个 Markdown 格式，譬如说我有 Cdable 点 MD 档，就是这里面会放课纲跟学习目标，或者是我每一个礼拜做的 Note 跟例题。然后你可以进阶一点，就是说，哎，假设我想要有一个 rubric，我要怎么样做，然后把它丢进去，以及学生他常会问你的问题，你可以整理成一个 FAQ 的档案，让他去读取里面的内容出来。好，那这些东西，哎，其实你不用手动做，你都可以让 AI 去帮你做这些东西。你也要做的是说，让 AI 整理完这些资料之后，你再汇整到同一个资料夹，也就是所谓的资料包。回过头来，我们刚刚汇整一下刚刚讲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在现在的 GI 的能力基础下面，你不用很会写这个 prompt， 你只要把需求讲清楚，你只要懂 prompt 的基本的概念，还有它的原理就可以了。AI 可以把你的需求改成 prompt， 所以你负责的是我要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受众是什么，我的输出格式还有我的条件是什么，那 AI 就可以帮你把需求编译成可以重复使用的 prompt。那做法就是说，哎，你先讲清楚，然后让 AI 可以生 prompt， 然后再去观察结果，然后再回调。那我用一个简单的prompt 的例子来试试看，比如说，哎，我这里是一个 prompt 的产生器，然后我会用自然语言描述清楚，我用最基本的4C 原则把它翻译成可以用的 prompt 出来。那我的 rule 就是说，你不用教我怎么写，对。然后如果资讯不足，用合理假设，然后 prompt 可以使用。然后我的预设要长这样，然后我的输出格式要长这样，对，然后我可以简单开一个新的 session， 然后因为我想要它写好一点，所以我就用思考模型，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所以你只要这样跟他讲，用自然语言跟他讲之后呢，他就会直接生成一个 prompt 出来，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哎，你的 prompt 应该要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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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之后呢，有一个小诀窍是你不要直接在这个复制贴上，你要复制到别的 session 里面。所以我会把它完整复制起来，然后呢新开一个 session， 因为你如果用这个 session 同一个 session 的话，它会有一些干扰，所以你刚刚完成这个 prompt 之后呢，我就把它复制起来，然后开一个新的 session 再贴上去，然后它就会开始生成你想要的东西。因为你刚刚只跟他讲说，哎，我想要做一个演讲。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哎，你点这个思考，它就会开始看一下它的思考的内容。对，没有，它开始会一步一步的开始做。好，那同样的方式，你也可以套在 Gemini 上面，就是我现在新开一个 Gemini， 我现在新开一个 Gemini 之后呢，然后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做，因为它是思考模型，所以它会生成比较久。等我一下，那一样，你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然后你这里也可以选，假设我这个是比较复杂的，我就会选思考型，或者是我要它思考比较复杂的东西，我就用 Pro。那同样的方式，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做。好，那它就会一样开始生成。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刚刚生成的结果。好，所以你看它就会依照你的需求，还有它帮你设计好的 Pro 呢，去生成内容出来。对，好，然后你看它连 Pro 的模板都已经设计好了。好，好，那你可以进阶一点，现在更厉害的是，我可以直接让它输出成投影片。因为如果你有装 Skills 的话，我就可以进阶一点，把它输出成投影片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 Gemini 生的结果。对，看它现在做完简报就长这样。对，好，那你就可以把它汇整出来做成投影片。对，然后你可以让它去做什么 Canvas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回来这里，这些东西就是老师直接复制简报上面就可以去做使用。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个点，就是说，那我上述这些东西是重复性的，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整理成一个 workflow？ 好，那首先我们会先讲一下到底什么样是 workflow。简单来说，这个 workflow 呢是我要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的话，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任务呢拆成多个步骤，或者是呢我用这个流程用逻辑的顺序去做串接，对，然后这任务之间是彼此有相依关系或者是执行的顺序的。好，那简单来说，这个 workflow 呢，它的概念就是说我把这个任务完成，我为了要把这个任务完成，我要把这个任务去做结构化跟具体化。对，那比如说我想要启动，然后资料准备去做决策啊，然后最后输出结果，这个流程是这样。为什么要用 workflow 呢？其实你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是在做琐碎或者是重复的。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只要我这件事情我要重复做5次以上，我就会把它整理成 workflow。对，啊，比如说我要做资料转换，我要整理报表，或者是我要整理简报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想一下，到底教学啊、研究啊，或者是一些杂物啊，有哪些固定的流程？比如说你教学上面你要写教案，你要备课，你要评量，那这些事情是你几乎要常做的，一定做超过5次以上，或者是你研究上面要收集资料，要做什么资料清洗等等，一定都超过5次以上。那你每一次在做这些东西，或者是每一次整理 prompt， 是不是觉得很复杂？那你就可以想想看啊，我们刚刚介绍那些 GAI 的应用跟 prompt 啊、提示词啊，跟那些工具，到底哪一些流程可以交给 GAI 来做？是不是我教案生成或者是图表生成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 workflow 来做？好，所以在使用上面我们要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先做 regression， 就是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反复做的？我可以怎么样去做优化跟拆解任务？然后再来是，假设我要做出这个东西，我到底要用哪些工具？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做规划？好，那以常理来说，不可能 workflow 可以透过一个 agent 来做成。比如说我想要做文献整理，我不可能一个 agent 就可以全部做完，所以到底我要怎么样透过多个 agent 来协同来做？要怎么做反思呢？所以我要拆解我常做的任务，就是我要先去界定我的目标跟条件。好，然后呢，你去想看看以前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方案跟流程是什么，然后你最后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假设我设计完 workflow， 我就会进行迭代式的修正，对，评估它做出来的效果好不好。好，再来工具的应用的方面，就是因为我花蛮多时间在试用这些工具，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到底怎么样的情境下面，怎么样的情况下面，怎么样去选择合适的工具。比如说我写程式的时候，我就会用 Cloud 来写，然后我做图片生成，我就用 Nano Banana， 或者是我用资料处理的话，我会怎么样去做使用。好，再来是你可以去结合多种 skill， 然后让它做一个自动化的工具的流程。好，那使用上面你还是要做一些环境设定，对。好，那我要怎么样做策略
规划呢？首先你必须要知道，我要完成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要先去做任务的拆解，还有流程的设计，然后你要去评估说，我每一个任务拆解完，它的可行性是什么，会有哪些可能的问题，以及我有可能可以节省多少时间跟步骤。比如说，我现在做完一个流程，我把它拆成 sub task 1、2、3、4、5之后，然后用 AI 工具去做自动化处理之后，我到底可以提升多少处理的效能？我到底可以节省多少的时间？好，那如同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我不可能刚刚一直在讲说，我不可能用一个 agent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定要去做分散式的任务配置，各个 agent 它会负责各种不同的角色跟功能出来，然后最后我再去做整合跟产出，好，然后最后就是汇整我想要的结果。好，那其中一个点是，到底我要怎么样选 agent？我要怎么样选 agent？那我们知道 LM 擅长去捕捉复杂的结构跟模式嘛，对，所以以基于这个来说，回应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知道 Gemini 很擅长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不是整理资料或汇整资料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做？那我们试着把这个 prompt 整理起来。好，我们开个 Notebook M 好了。假设我想要整理这个资料，比如说我想要读这一篇文章，对，它的好处是它可以读这些资料，那我就可以用刚刚的提示词跟他讲说，请你帮我汇整这个文字，这一篇文章的文字，然后我就可以让他把这个重点整理出来，对，用表格，对，好，那我提示词没有写得很好，那我可以进一步的请 GPT 做优化，比如说我现在先帮我快速的，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组合拳的概念，就是说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怎么样去兜起来去做使用。对，那我现在很快速的优化我的提示词，然后再把这个提示词贴上去就可以做完。那回到刚刚的，对吧？然后把这个清掉，那我就直接贴上。好，那我刚刚说的，因为它的优势是长文本，所以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好，那你看啊，它最后输出结果就会变成是一个表格式的重点摘要，它把每一个段都重点摘要出来。然后你进一步的，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汇出，比如说我储存到记事，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转换成来源，你下次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去做分析。好，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范例，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到底哪一些 GI 工具它擅长什么，可以用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编成不同的 agent，然后去协同处理你的工作流。好，所以那我要怎么样组合这些东西呢？好，如同我刚刚讲，就是你要选合适的工具，然后让它去做分工协作。好，所以我大致上可以分成几个步骤，就是，如果你会做转 MD 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叫 Markdown，就是微软推出来的一个工具，就是我可以把资料丢进去，然后它会有一个程式就很快速把它转成 MD 档。对，那其实简单一点丢到 Notebook 里面就可以处理完。好，那回到我刚刚讲的步骤，就是说我长文本我就会丢到 Gemini 或 Notebook LM 让它去读。好，然后很快速的写一段草稿出来，这字写错。好，再来是我要很快速的去查证的话，我就会用推理模型去做。然后我要用排版的话，我就会用 Cloud Steer 去跑，或者是 Agent Steer 去跑。那如果我要做这些东西用自动化的话，我就会用一些 AI IDE 或者是 CLI 工具来做。所以我的步骤大概是这样：我先做内容工程，就是我先把那些资料全部转成点 MD， 之后呢，让他去读，然后再来去写，再来去查，然后再来让他做出来，然后最后进阶一点，我 workflow 已经全部建立完之后呢，我就让他做一个自动化的流程出来。要怎么样拆 workflow 呢？你可以去想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 workflow card，比如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要怎么样资料要怎么样载入，然后我要怎么样去整理这些结构，我要怎么样生成，我要怎么样去做汇整，
然后我的 output 要是什么。对，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譬如说我想要把这个教材啊整理成一个可以上课的东西，譬如说我要整理成投影片，那我的 input 就是我的课纲是什么，我的讲义是什么，我的例题啊，我的 rubric 是什么，那我的输出就会是，譬如说我想要这个礼拜的 lesson plan 啊，或者是 quiz 啊，或者是我想要一个评分的表格，或者是我的 feedback。那你可以进阶的限制说，你不要代写，就是直接基于上面的内容产生出来就好。然后你要延伸的话，你要标记出来。那你可以做一个目标对齐。对，好，那或者是我要整理文献的时候，我就要想要做的是，目标我的文献，我想要分析脉络、缺口，或者是我想要段落草稿，那我要怎么样做，之类的。对，然后每一个结论都要有证据。好，那这些东西都可以让它用提示，就可以，你可以直接让 GI 去做整理。譬如说，我现在跟他讲说，你帮我，那你可以用思考模型，因为你现在让它完整一点，所以我用思考模型，然后让它进一步的去产生清楚，然后它就会把每一件要做的事情弄出来。好，所以你就会发现，我只要把概念跟他讲，我就可以用它整理出我的 workflow 出来。然后你可以进阶一点，是帮我写成 to do 点 MD 之类的，比如说，我等他跑完我再做。好，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我想要这个东西。那你可以进阶一点，跟他讲说，你帮我整理成，然后他就会整理成 to do 吧，对。然后你就可以等他输出完之后，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好，我们先继续。好，那你就可以建立不同的 workflow card 出来，对，然后让 AI 去帮你完成。那我这里有 workflow card 呢，其实是一个概念，所以你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 workflow card。做完之后呢，我就会把它写成 to do，然后让 agent 去做，让 agent 去做。那有很多种做法，就是我可以先用如果没有程式背景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直接丢到 GPT 里面去做。比如说我现在做完了，然后呢，我就直接开搜寻，对，然后把这个 prompt 贴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好，我提示下的很简单，就是我直接跟他讲说，请你帮我找生成式 AI 有关的论文，然后我们就直接这样做，对，然后他就会开启搜寻，但是我们现在的搜寻它不会搜寻的很完整，对，然后我们就点执行，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然后上网搜寻，好，然后他就会一步一步开始上网搜寻，好，那你可以反复的这样做，就是我会一直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我进阶一点，我会直接用 CLI 工具来做。那我的做法会是，譬如说我现在新开等一下，我等一下再示范一下怎么用 IDE 来做。好，那进阶一点，或者是如果还是不会的老师们一样，你可以直接丢在 Notebook LM。好，你可以直接开在 Notebook LM，然后呢，让他去做 search，对，你可以这样，然后他就会开始做这些事情。他的思考过程会很多，因为你看到他会一步一步去做，一步一步去做，然后你看他搜寻的结果是什么。好，但是呢，等一下我会讲说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我这样做呢，它通常只能搜寻到，因为如果假设你是做论文分析或搜寻的话，你这样子做只能搜寻到 OpenAccess 的论文，对，所以你会找到的论文会非常少。那我会推荐你使用 AI 浏览器来做，AI 浏览器来做。啊，我简单先做一下，因为它要时间比较久。你可以如果是用 Mac 的老师可以使用 AI 浏览器，然后你就直接把提示词贴上，然后你跟他讲说，请你，然后因为我现在在学术网络上面，然后我可以吃到一些因为我们学校有买一些学术论文，它就可以吃到在 IP 内可以 access 的论文，所以你这样做的话，就可以 access 到其他的一些文章。好，那你可以试试看，这样找的论文跟直接用ChatGPT 找的方式论文有没有不一样？然
然后你记得，因为我刚刚没有开搜寻，那它就会自己去找这些东西。那因为时间很久，它就会稍微再等一下。对，然后我们先继续讲投影片。我刚刚做的事情就是我把这个 workflow 呢去弄成一个它算 agent 吗？其实它也算 agent， 像web browser 它其实是一个web agent。对，那我做的事情就是说，我有这个 workflow 了，然后它是固定流程的，可以复制的，可以交接的。那我要怎么样做？我就会把它丢到 agent 里面，让它去有目标判断，可以调用工具这些东西。所以我的目的是说，既然我这个 workflow 是可重复的流程，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建立自己会跑流程的一个 agent 来做这些事情？这里就要讲到我会用到的几种 AI 工具，就是我会用 ChatGPT、Cloud， 然后 Gemini 现在是教育版，之前有免费的可以申请。然后我会用一些 AI 的 IDE，比如说 Cursor 搜寻引擎 ，AI 搜寻引擎。对，如果还没购买或者是没有拿到免费版的老师，我比较推荐的是你直接买 Gemini 就好，因为1个月才600块，又有2TB 的空间可以使用。那它功能大概都可以涵盖很多功能。这些东西我就是基于这几种 AI 工具来兜出我的 AI 的工作流。多数老师会常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不会写程式啊，我要怎么用这些东西？我怎么样去产生一个程式？我怎么样写一个程式去处理我的该做的事情？那这里呢，我会先推荐老师们去用 GPTs 或者是 GEM 来做一个自动助理跟自动化的工作流。好，那这个 GPTs 呢？就是 OpenAI 的 GPTs， 对，然后它的特色是我可以让它扮演角色，就跟 Prompt 一样，然后我就可以把繁杂的任务直接做成一个 GPTs。好，比如说我可以把它用在教学上面啊，比如说我让它扮演教学助理或改论文的工具。我的优点就是免写程式，我的产出会很快。好，那 GEM 就是 Gemini 推出的一个跟 GPTs 很像的工具。那它的优势就是我可以串接这些东西，我可以串 Google Drive、Gmail 或者是 DOC 之类的，那我就可以让它去读表格式化，然后排程。那这种东西比较适合一些行政资料处理的任务。我先随便开一个，对，好，我现在找了来源。好，那我做完了之后，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刚刚做完的结果。好，所以你看他刚刚做的事情，就是我刚刚会查到这些论文，你会发现我如果直接查的话，不好意思有点跳，就是我直接查的话，就直接在 GPT 查的话，他查到的都会是 Open Access 的论文，对，不是那种 SCI 或 SSCI 的论文，然后他会根据我的 workflow 去产生这些东西，就是每一个会诊，对，那你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就是我如果是用浏览器的话，它就会找出不一样的论文出来。对，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我刚刚说的就是，我要怎么样用 GPT 跟 GPTs，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开 ChatGPT， 好，那我只要开 ChatGPT， 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右边这里有一个 GPTs， 对，这里有一个 GPT， 你点下去这里就是你的 GPTs， 然后因为我有一些事情是比较琐碎的，重复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我改学生的论文跟研讨会论文这些东西，我就会写成 GPTs。那你可以先探索一下，网络上有 GPTs， 比如说我想要做研究跟分析的，我有哪些 GPTs， 比如说 Scholar GPS， 它长什么样子，那你就可以点它，就可以安装东西。好，那我先随便看一下我的学生的论文。好，所以譬如说我现在写的是因为改学生论文很累，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要在给我改之前，你自己先改一遍？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GPTs， 然后大概是长这样。等一下，我先秀一下我的 GPTs， 然后你可以先看一下，假设我想要看的是论文的话，我就会把这些 prompt 都写好，就是比如说我先扮演指导教授，然后他任务是什么？比如说重构句子啊，巴拉巴拉这些东西，然后不可以泄露什么东西，然后修正的段落是什么？好，然后这些内容是什么？那简单来说，就是我把那些提示词跟改学生论文的动作都先写成 SOP。好，那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测试。比如说我现在直接点开，我写一个论文修改好了。
我随便找一篇学生的论文，比如说，我学生写了一段论文好了，然后我就把它复制，对，比如说这段学术不通，然后我就贴上。那贴上去之后呢，它就会依照我刚刚做好的 SOP 直接去改。好，然后它就会一步一步的去分析这些内容层次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以前我要等拿到学生的论文才可以一步一步去改这些事情。那你现在甚至可以你直接写好这些东西，让学生在改论文给你改论文之前自己都先修改好，对。然后或者是学生不会读论文，学生不会读论文好了，然后我就可以做一个论文简述的 GPTs， 比如说帮我分析这篇论文的内容，对。然后我先随便找一篇论文好了。好，那我这个 GPTs 呢，就可以让他去读论文。比如说，我现在随便找一篇，好，我现在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是直接全部复制贴上好了。好，假设我现在有一篇论文长这样子，我甚至都不用做了，我只要这样子复制，然后贴上，只要把内容贴起来，然后它就会依照我这个内容需求去做。好，所以我这个 Pro 呢，就是用很简单的话把这篇论文去做总结，然后简单讲出来，就是说这篇论文在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它的 finding 跟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对，那你这些事情你以前要反复的去做，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做成 GPTs 或 GEM 这种简易式的 agent 来做到这些动作。然后我继续讲了，不好意思。好，那你想要看 GPTs 或 GEM 怎么写的话，你可以上网看一下，蛮多人在教 GPTs 跟 GEM 怎么写，甚至是你可以用我刚刚说的做法，然后你就直接会把这个东西整理，就是让 AI 去帮你写 GPTs。好，那再来要讲到一个我另外蛮常用的功能，就是 Deep Research。那这个 Deep Research 有用过的老师就知道说，我可以在 GPT 里面去做 Deep Research。或者是等一下我的 GPT 跑到哪里去？好，你可以在 GPT 里面新开个对话，然后直接让它做 deep research 深入研究，直接让它做 deep research， 或者是说你开 NotebookLM 让它去做 deep research， 就是你打开来之后，比如说你先建立一个笔记本，你先建立一个笔记本之后呢，然后让它去做 deep research， 然后它现在会有你可以很快速的搜寻或深度的搜寻。那这个 Deep Research 它的用法就是说，我可以让它上网搜寻，让它去找相关的资料来做。好，那你在使用上面呢，有一个小撇步，就是说，你让它做，因为它预设是用 Google 搜寻嘛，那就会回到我刚刚说的问题。假设我的论文找不到，就是没办法搜寻全文的话，那我在使用上面它就会乱找论文，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进阶一点的是，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特定到某一个云端硬碟，我可以把要分析的文献整理成一个资料夹，就是我这个资料夹里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做某一个文献探讨的段落分析，那我就可以去分析这里面的东西，对，只分析这里面的东西。透过这种方式，你会发现比你让它在那边乱深度搜寻一通还来得好很多。对，中文、英文打是可以的，对。好，所以其实 Deep Research 的应用我不多讲，应该很多老师都有讲过，就是说它其实不是让你找资料而已，它会参与跟思考，就是它可以让 AI 帮你找出关键的研究或者是论点，然后去让 AI 自动拆解问题，然后会把多个研究整理成主题。这个如果有用过老师应该就知道，但是它在学术研究上面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如果直接做 Deep Research 的话，没有给他资料参考的话，他还是会乱找一通。对，你可能生成出来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还是不太行。所以如果跟刚刚的结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看到我这个是 Google Scholar， 我这个是刚刚用 AI 浏览器让它去 Google 上面搜寻的结果，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就是找我在学术网络上面可以搜寻到的资源？比如说，我去找 SCI 或 SSCI 这些论文，对，你看他找到的就是 Computer Education。好，所以如果你用浏览器来做的话，它就可以吃到你的学术资源、学术的论文的资源，所以它整理出来的结果就会来得好很多。好，所以
依照我刚刚的 workflow，它就会整理出这种东西，对吧？就是文献，然后目的、方法，然后这些东西，好，然后一个一个整理出来，然后你会发现它整理出来的论文都是有凭有据，然后而且品质都是稍微还可以的文章出来，然后最后再做分类跟分群，然后 GCE 表就长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你可以再存成档案，再让它变成 NotebookLM 的应该说其中一份资料。因为这个 ChatGPT 的浏览器目前只有 Mac， 因为 Windows 还没开放，但是应该快开放了。然后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你可以用 Command， 对 ，Command 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对，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搜寻，然后请他，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做，我用刚刚的 prompt 好了，对，我用刚刚的 prompt，对，比如说我现在复制出来，然后一样同样的 prompt 贴到 Command 上面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对，然后它一样会搜寻 Google 学术上的资料，它可能废话会比较多，它会讲这些内容的东西出来，但是它的模型可能没有 ChatGPT 那么好，所以可能要再用一下。然后我记得它常常会有免费的，就是免费的几个月可以去申请。对，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就是我们可以组合各种不同的东西来使用，包含其中的 Deep Research。现在要讲的一个点是所谓的 Agent Skill。对。最近很红的就是 Agent Skill。什么叫 Agent Skill 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现在 Google Agent Skill，比如说我现在在浏览器上面，我现在说明什么是 Agent Skill， 好，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哎，什么是 Agent Skill？ 然后 Agent Skill 有什么东西？然后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技能组合包。然后你看，这就是 AI 浏览器，它做出来就会长这样。好，所以它就是接收目标，然后呼叫工具，然后去做修正。对，那它的基本概念就是说，我把这些人做事或者是 AI 做事的方法，去封装成可以被重用的技能包。好，那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 skill 就是一个资料夹，对，然后我这个 skill 里面一个包里面就会有 instruction 啊、script 啊、resource 啊等等东西。那我在使用上面，它在使用上面呢，它会先去预载某一个 name 或 description， 当他判断到说我需要用到这个 script 的时候，我需要用到这个 skill 的时候，他才会去读里面的副档跟脚本，所以它 skill 大概会长这样，会有一个 skill 点 md， 然后 reference， 然后 script 这样来做。好，那这个东西现在很红啊，就是你可以上网搜寻就可以知道，哎，什么样，比如说你刚才讲说什么。那为什么要讲 Agent Skill 呢？因为这个本来是由 Cloud 的公司去推出来的，但是他把它捐出来变成一个协定，所以你就会看到现在 Google 啊，或者是Google 啊，或者是 ChatGPT 啊，他们都会用到这个 Agent Skill，所以你可以看到Agent Skill 这个Agent Skill 这个网站，对。然后他会讲说，哎，Agent Skill 的规范是什么？比如说，哎，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目前有哪些软体资源的，对。然后昨天 Cloud 又推出一个新的功能，但是要 Max 才可以做到。这个 Agent Skill 有很多很特别的 skill，比如说，哎，我可以做研究啊，做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哎，你看我现在要做研究型，我就可以搭配什么样的 skill，或者是我要处理文件，就可以搭配什么样的 skill，coding 啊，或者是资料分析啊。然后它就会整理这些东西。好，那 skill 怎么安装呢？最简单的做法是，假设你有 Cloud， 对，然后你就可以在 Settings 里面，然后在这里，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去把我的 skill 汇进来。比如说我现在装了 NotebookLM， 它可以连接 NotebookLM， 或者是我可以找学术文章，然后或者是我要做科学写作，或者是做一些资料搜寻，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比如说然后因为它有 skill， 它侦测到我的关键字，它就会读这个关键字，然后它就会用到我的 skill， 好，然后它就会吃到这个 skill， 然后一直去做使用。那我刚刚说的做安装方法，就是假设你有买 Cloud 的最一般的版本，它就可以直接汇进去安装。那等一下我会教一些另外一种方式安装。你看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先去判断有没有工具，
然后如果缺套件，它就会去安装套件。好，然后等它装完，它就会开始分析。那简单来说，它就是有一些 Python 的脚本啊，还是什么那样的脚本，它就会自己去读它。好，那换句话说就是你的 skill 越厉害，它可以做的事情越多。然后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投影片。那这个 skill 有很多好处啊，其中一个最近很火红的呃科学的 skill 就是你可以去看这个包，就是这个包，这是一间公司所推出的一个跟科学有关的 skill。好，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skill 有什么，你可以看到它什么都会，我会做生物分析，我会做什么数据分析、资料分析，或者是写论文什么什么，写 grant 都可以。那你可以点到 skill 里面。好，然后你甚至可以最近就是 Trade 上面很红的，就是它可以写 grant。对，比如说我这里有 research grant，对，你就点进去看。然后这里 skill 你可以看一下它点 MD 里面就是讲说，哎，我会写什么资料，然后甚至我记得它有支援 MOST 吧，这应该它有支援各种不一样的proposal。好，那我要怎么样装这个 skill 呢？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有 C 有 I 的话，比如说我现在要装这个，基本上我的做法就会是，我先把整包载下来，所以我就会去找我的 skill 在哪里，然后它就会装在这个 skill 里面，然后你就去找到你适合的包，然后把它打包起来压缩，它就会去做安装。比如说我刚刚要找的是 grant research grant，对，在这里。对，假设我要装的是这个，有时候它更新就是不知道，有时候它会做到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做，所以我先把它压缩起来。对，然后假设我要做这个，然后把它装到里面去，然后我打开，我先看一下它搜寻完了没。对，你看它刚刚已经搜寻完了，因为它有 skill，然后它就会自动上网搜寻这些东西。好，比如说我不确定它可不可以装啊，对，因为我没有装更新版，所以你先点 settings，然后在这里。然后点 add，然后等一下没有 skip，点这个 add，然后你就可以装，你可以说，哎，我要 create 什么，然后或者是我直接装这个 skip，然后你就把这个拉进来，然后它就会装。那因为它的版本不一样，所以它会有一些 format 的问题。那我推荐的做法是，你先点到，我会用 CLI 去做。好，比如说我现在，然后我会先开 Cloud Code。好，然后你可以先看上面有什么 skill，所以目前应该是没有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那我可以怎么样装呢？我先回到刚刚的这个里面，对，然后我跑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然后他就会自己去爬，自己去装。那你用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跟他讲就可以了。啊，然后他会问你说，哎，你要 charge 这个东西吗？然后你就是跟他讲 yes，然后因为这要做的事情有点多，所以我简单 demo 一个范例就好。然后他会问你说你要 allow 吗？你就点确定，对，然后他已经找到这个 skill research grant 的 skill，然后去做记录，然后他就会开始下载跟安装。有很多 skill，你可以看原厂的 skill 还是什么都 cloud 的原厂的 skill 就也可以，就是蛮多这些东西，蛮多这些东西的，你可以去玩玩看。然后应该有一个网站叫，等一下哦，随便找一个网站，蛮多网站都在讲这个 skills，然后你可以上网搜寻看一下，有一些网站可以下载到很多的 skill。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就是说我想要跟他讲说，哎。然后他就会吃到 skill，然后就会开始做这些事情。那因为他用到刚刚的 research 的 grant，他就会吃到这些东西，然后就会开始的这个，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一步一步做。那我没有做到的事情是我没有先丢资料进去，通常我会先丢资料，然后让他去做读取里面的资料，然后你看他会开始规划这些东西。
他连目标什么都会做。好，我们先回到投影片啊。所以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去这个网站看一下。然后如果你不会用 CLI 的话，你可以用它原始的程式。那 ChatGPT 其实已经支援了，它应该下个月就会推出可以线上安装的版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 Skills 解决了一些痛点，比如说，我把一些可以成功的做法写成规范或脚本。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可以把这些反复的流程，你常做的反复的流程，跟他讲说，请你用Creative Skill 帮我整理成一个 Skill 的 SOP。好，那另外可以减少一些 Content Windows 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长文本的话，长文本它会有文本限制 ，token 会有限制，但是如果你用 Skill 的话，可以减少到很多的规则跟说明，你只要载需要的那一段，对，然后它可以分享，可以模组化，对，甚至你可以往跨平台去标准。好，那其实它的概念是 Prompt 是说明书啊，那 Agent Skill 就是我把整个流程技能包全部都做上去。那刚刚有老师问到说，可以 Agent Skill 只能用 Cloud Code 吗？其实很多都可以用到，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多数老师应该是买 ChatGPT 嘛，对。然后比如说我刚刚回到刚刚的 demo 资料讲，然后你用 Codex 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Codex 也可以装，因为它现在也有 Skill， 你看它这里也有 Skills。那你看我现在面已经有装到 ResearchGate。好，那我可以把同样的事情一样搬到 Codex 上面。如果你是 ChatGPT 的话，你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做好的，然后你跟他说帮我，然后他就会开始规划，你就等他一下，他就会开始做。然后你可以让它全部都自动化，对吧？他已经把这些东西他已经读到，就是说，假设我要写 MOST 的 project， 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些都已经规划好，比如说要 create file， 然后要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那它的 prompt， 因为我没有限制，我没有修改它的 prompt， 所以它可能会是简体中文，所以你到时候再改一下就可以。然后它连甘特图都帮你做完。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把它 load， 那我刚刚说同样的事情在 Codex 或者是 Gemini CLI 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那其实这些东西只会越来越厉害，因为昨天那个 Cloud Code 它推出一个 Desktop 版本，就是我不用 CLI 就可以直接请它在资料夹里面做事情。好，所以这个东西 ChatGPT 也可以，我猜应该一下子就可以做完。对，好，然后我看一下它有没有。好，你看我现在已经有产生出一个 print 了，然后你看一下它写的内容，你看它已经把全部的资料都已经先大概写完了，然后因为我觉得它是简体中文不好，先把它关掉。好，你刚刚只要下一个 prompt 它就会改。好，那 CLI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ChatGPT 或 Gemini， 你如果用 GUI 的话，它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停，就会卡住。那 CLI 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让它反复迭代很长的时间。就譬如说，我要去睡觉了，我先把事情任务全部都写成点 MD 好了。点 MD 上面，比如说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做什么，然后我让他去读取这个点 MD 之后，他晚上就要帮我加班。对，我只要早上起来负责验收就可以了。好，所以基本上我很常会用到 CLI 的原因就是说，我用手机啊，或者是我在睡觉之前，或者是要去忙之前，我就会把要做的事情都写成规范，让他自己去做。对，那你就可以节省掉很多的时间。好，所以其实这个 Agent Skill 老师们应该可以玩看看，因为它可以做蛮多事情的。像我刚刚做的东西，它现在一步一步在升。通常我就是这样做一做，然后就丢出来，对，丢给 AI， 然后 AI 就帮你处理到好。你最后再整理一下就可以，然后你可以边看它再改，对，它改出来就会长这样。好，你时间关系留点 Q&A 好。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在使用这些东西有一些限制啊，就是很多老师会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用 AI 去搜寻文献，就是怎么样避免引用错误。所以以我刚刚的例子来说，建议使用 AI 浏览器，像刚刚看到 ChatGPT 的浏览器，或者是 Propriety 的 Commit。对，那因为它不是资料库啊，所以它有可能，如果你直接叫它生的话，它会生成看似很真的文献，但是是有问题的。对，
然后格式可能会引用错误。所以我的做法就是会人机协作，就是我会在 AI 浏览器上面去跟它一直去互动。比如说我现在追出来这些东西，我觉得哪一些不够，那我就会自己去再问问题。它的好处就是说，譬如说我用 Google 学术搜寻，然后我可以直接在这里去跟他讲说，然后它会自己自动去操作。我忘记我没有给它权限啊，然后它会自己放进去。对，你可以让它在这里操作，或者是给我关键字，然后它就会丢这些东西，那你就把它复制贴上。然后进阶一点，你可以用最近 Google 学术推出的这个 AI 功能。对，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搜寻，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讲说帮我找跟 LM，然后它就会用 Google 学术推出的功能去自己去找。我说的你要自己查证，就是我会反复的用这些功能，然后最后再请他去做会诊。比如说他查出来之后，我再用 ChatGPT 跟他讲说，帮我截取，然后他就会回去找。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刚刚说一定要在用浏览器原因，你看他吃到的就是我们学校的搜寻的资源。对，学校的搜寻资源，我讲一下我的做法，就是我用 AI 分析，用 AI 协助寻找，然后我就会这样子让它整理，然后找到真的文献出来。因为你如果直接叫 GPT 生的话，它有可能会找到假的文献，对，然后再绘出摘要，然后再一步一步整理，然后去比较就会用到我刚刚的那个表格，类似这种表格，就是像这样，类似这样，然后你可以再汇整起来。如果这个表格你觉得不 OK，可以再汇整一下。好，那有一些，譬如说行政方面，我可以处理逐字稿，然后有一些就会用到一些地端的 AI，或者是我用地端处理，或者是用 notebook 有人丢上去，这应该很多老师都知道用法，那我就不多讲。好，那多数老师会问说，怎么学生用 AI 写作业要怎么样回应？就是其实不会作弊变多啊，就是你该抓的还是会抓，但是你旧的作业的设计会无效，就是它可能很快就可以用 AI 完成你的作业，然后。我现在非常不建议用 AI 侦测工具，因为很多老师用这个 AI 侦测工具，它都会辨识错误，因为它其实没有一个可靠的判断的标准。所以我的建议是，就是我的作业要重新设计过，就是让它有 reflection， 或者是你叫学生把过程记录都放出来。要怎么样回应？就是你的 assignment 就是让大家一起用魔法，大家都来用啊。你用 AI 做，我也用 AI 改，所以你的作业要重新设计，就是我们把这些过程都整理出来。那为什么 GI 工具对老师很重要？基本上就有这些潜力跟挑战，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今天老师们可以回去试试看，就是说你可以先选定个人的工作流程，然后试着去拆这些东西，对，然后找出可以辅助的环节，然后最后打包成 skill 就会像我刚刚介绍的那样子。然后我们先回来看一下。它已经完成了，我们再点开看一下。那基本上它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做完了，然后你可以进一步的把它绘出来。那里面的内容你可以喂资料进去写，所以你可以节省掉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工作。然后剩下的时间给老师问问题好。那以上的分享，我刚刚看到那个就是 Cloud Code。可不可以用别的？是我刚刚说 Codex 可以用，就是你刚刚看了一下我的终端机 ，Codex 也是可以用的，对。然后 Gemini CLI 也是可以做到。中英对答，你可以中文问英文答，这是没问题的，对。也可以，对。Google 的那个新的 ID 也可以，我也有在用，就是说，因为我上礼拜上了一个课是在餐饮系上课，那我根本就不懂餐饮啊，所以我用 AI 在做事情。比如说我跟他讲说帮我修教材，对，然后他就做成这样的教材，所以我只要在这里 agent 这里，然后去用，然后他就可以做成教材。那你一样可以吃到 skill 里面去，对，所以没什么问题。刚刚有一个老师问说，网络上检查说100%AI，我觉得那个不要相信那个检查的模型，对，不要相信那个检查的模型，因为那个检查模型都不一定准确的，对，即使是你付费的，还是不会准确的。对，所以我的判断依据就是说口试，对，其中一个是口试，就是让他上台发表。然后其实你看一下里面的字词，就是其实会有一些 pattern 是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就是比如说你做这些东西，
有那些 emoji 啊，或者是有那个破折号的，你看一下，很多人在讲说怎么样看起来很像 AI 写的，就是有一些破折号或者是一些奇怪的用语，那其实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对，那现在学生很聪明啊，他会改掉这些东西。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用 ChatGPT，有时候可能问答的轮次比较多了，然后文字量多，然后开始出现卡顿。那可是我现在在做的工作还没做完，感觉又开了一个新的对话，是不是？你可以开分支啊，就是你可以分享聊天，或者是新增到专案里面，就是你这里不是有专案嘛，那你就可以，然后他就可以吃到里面的对话内容，或者是你请他先做 summary 总结成一个点 MD 档，然后再汇出去。对 ，summary 之后要做什么？就是让它整理成文件档，比如说点 MD 档，然后你再汇到里面去，它就会参考里面的参考之前的对话记录。那其实它都会存在记忆里面。对，你只要那个记忆的功能有开，它都会存。对，你可以呼叫说，你可以跟他讲说，请你读之前的对话记录，然后从哪里，他就可以做。对，这样他就不会，对，他其实重新再来就不会变很慢。对，他不会那个，对，然后你就直接分享出去就可以那个，对，其实你可以放在专案里面，比如说你新增专案，它就会一直去读里面专案的东西，你可以新开 station 都不会有影响。就同一个专案里面可以开多个聊天，对，多个对话，对。了解，谢谢。检测作业因为我没有在检测学生的作业，就是你可以下一个提示词，然后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判断是不是 AI 生成的，有哪些 pattern。对，你说检测网站，我觉得都不太准。如果太复杂了，也可以发 email 给我，我也可以再回复你。之前有老师信件有提问说，希望讲师分享过去不顺利的经验，像是说让生成式 AI 误解的一些提示词的做法之类的，想要以此借鉴，避免之后重蹈覆辙。想说能不能请老师分享一下？你说我的经验吗？我的不好的经验吗？我觉得不好的经验就是以前你在用 AI 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你如果不用 CLI， 你要一直复制贴上学生的档案，对，然后那个一场 token 就会变多，那有可能会误判学生就是写作的内容，所以现在我们就会整理成一个资料夹，然后写一个 rubric 让它一个一个档案去做分析。经验嘛，没有什么不好的经验，因为用起来效果都还不错。比较不好的经验应该是，比如说你跟学生讲说该怎么用，有些学生还是学不会怎么用。对，有一个老师，我看到那个 email 有一个老师他说用 Line 可不可以做到这个功能？我必须说可以做到类似的功能，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功能，因为 Line 你要用 notebook 还是用那个 AI，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API， 那个是要花钱的。对，所以我不建议现在还在用 Line 做缺霸。对，因为那个每一个 token 都是要钱的，然后学生传档案都要钱。上述的工具，你可以只买，基本上是要钱。你可以只买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然后选一个用就可以了。像我刚刚说的 CLI 那些都，因为我觉得 Gemini CP 值最高，它很多工具都可以用到，所以其实买 Gemini 就可以，就是大概600块台币吧。